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川普是不是要来终结俄乌战了呢？他跟普京是通上话啦。根据《华盛顿邮报》，他证实双方在谈话过程已经有提到了这场俄乌战争这个领土问题哦。那川普也提醒普京啊，就说，我们美国在欧洲也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克宫对于这一场谈话的这个等于说评论呢，是说有正面信号，但是因为这个川普的形势难测，所以他们就是说，正面看待啦。他说，川普可能呢会透过交易来看待这一切哦。那希望还是能够创造出这个和平的协议。那另外呢，这个拜登现在打算，因为他们说13号两人要碰面嘛，是不是要来说服川普说，你继续支持乌克兰吧？因为拜登会在未来的70天内，传闻他会向国会以及即将上任的政府表明，就是美国不应该在这时候放弃乌克兰啊。那这样子的话，恐怕会让欧洲更加的不稳定。因此呢，他在这个接下来要交付60亿美元的这个援乌资金，还有这个川普呢，现在被前官员这样子讲，他说呢，对于川普来讲川普希望美国介入协调所有的国际冲突，提供外交解方，这会是外交核心哦。那恐怕呢，实质上面呢，就是交易，交易跟吓阻才是他真正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哦。对他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一场生意。那还有北韩现在也是陆续被发现到说，好像已经进入到俄乌战场了嘛。这2天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进行了这个创纪录的179架无人机互轰的这种情况。莫斯科发射了145架的无人机哦，那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了34架无人机，也就是说，好像有一种氛围，就是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前，很多的冲突变得更加的激烈了，是不是？大家都要在这个川普上任前制造这个既定事实，所以感觉上面好像所有的这个战争、所有的冲突都突然开始升温起来。那当然，这个朝鲜的介入也是有影响到这场战局。乌克兰现在陷入了苦战。泽伦斯基讲到说，现在有11000名的北韩士兵已经抵达了俄国，地点就是在库斯克地区，也就是说，接下来北韩就是朝鲜，他们可能会担任就是收复库斯克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吗？那连乌克兰的总司令在讲说，因为随着俄军的推进，加上北韩军队加入了这样的行动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可是美国这时候是不是快要收手啦？北韩还拿出了一个古怪的73式的轻机枪他说这个是金日成的爱好，这个双路弓弹是金日成的爱好，所以看起来的确怪怪的，双路的这种轻机枪那还有呢，现在目前有传出很多的这个北韩留学生神秘增加。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他说7到9月的时候有3000多名的北韩公民都是要去学习的，都要去到这个俄罗斯学习那到底是学习还是参战，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很有猫腻啊。那再来，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好像对于俄乌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就是乌克兰怎么样他觉得无所谓，他要赶快结束。但是呢，以色列恐怕是他比较重视的，一边是宝一边是草。纳坦雅胡告诉全世界说，我已经跟川普通了3次电话。哇，这个看得大家都很多领导人很眼红，想要赶快跟川普通电话的人，有些还没通上话呢。他说这些电话非常好，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我们对于伊朗以及其他的威胁有一致的看法呢。那所以在接下来和平跟扩张的领域呢，将会有非常广阔的机会。也就是说，看起来美国会更加的支持以色列，那真的惨了中东那所以我们看现在连这个纳坦雅胡都已经不掩饰了。前一阵子大家在猜说这个呼叫器连环炸是谁的主意啊？那现在那个纳坦雅胡说就是我们干的，他已经直接告诉世界了，因为有川普帮他撑腰，他不怕了，他直接告诉他我就这么干，反正美国站我这一边，那全世界也不能拿他如何。那还有你看看沙国跟伊朗，他们2国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现在在会晤，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如果川普一面倒的全然的支持以色列的话，恐怕这场战争要升温，因此现在整个中东都很紧张了。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这个为什么川普当选，好像一些这个底牌都逐渐亮出来了。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不希望时间拖久了。
所以他会极限施压，然后很快的他的底牌就会出来。比如说，他就跟泽连斯基讲，我1月20号当选之后，你就拿不到1毛钱，这够坦白了吧？哦，这种话，如果是川普讲的，泽连斯基大概会相信那你绝对拿不到任何军援所以现在欧洲各国也在想美国不出钱，我们要不要帮乌克兰弄个万一的什么预备金所以欧洲这个会就必须要开，那可是欧洲不容易达成共识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拜登也不知道怎么办坦白讲，拜登就是一个最无能的人你现在一路支持乌克兰，那个战一直死拖着，那事实上搞到后面，连公务员、军人的钱、薪水都是北约在支，这种战争怎么打那你北约又不愿意介入，是你在出钱、出军火，那这个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就乌克兰帮你，北约不断死人嘛，不就这样吗？不然你北约为什么不介入？因为你北约介入才有可能逆转整个局嘛。所以我觉得拜登这种做法就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你又不帮人家解决问题，你也不介入，然后就一直垫钱，然后乌克兰就一直死人，就这样这什么逻辑呢？所以我觉得川普就是他不喜欢这样的局啦。事实上，他曾经我记得在一个竞选的时候的演讲嘛，有人这样问嘛，然后人家就问说：“你就要牺牲乌克兰是不是？”那个主持人蛮尖锐的。那川普他就说：“我就是要和平，我不要再有人冤死。”他说：“拜登现在一直让人家死，这样难道就比较负责任吗？”所以我认为川普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你如果从什么战争，你这样的选择正不正义？我反而觉得川普这样是比较正义的。那只是说后续那个和谈要怎么谈这个我也讲过了嘛，就是乌克兰如果没有一个后面的安全担保，没有人敢谈泽连斯基敢谈嘛？泽连斯基去，人家就说你准备投降，所以难题在这里了。那俄罗斯也会一样因为俄罗斯会觉得他占上风嘛，所以俄罗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停止？我得到什么好处？那你经济制裁，你至少要局部取消，一定是这样嘛。所以你那个以美国为首的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已经被制裁将近2万项了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各自会要自己要的啦。可是这种决定谁要做？就是谁能够给乌克兰安全担保？谁能够主导取消俄罗斯的制裁？我认为这个都是很难做的决定那以前拜登就是不愿意做嘛，拜登还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嘞。你看这个人多滑头，那就让前线一直死人对，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看川普一个新的逻辑了那中东我是觉得真正要靠的也不是美国了，就是看以色列自己打仗打得顺不顺他如果在黎巴嫩南方，那黎巴嫩真主党有相当大的抗拒的力量，那以色列大概自己就结束了啦。我认为就是取决于这个啦那目前看来打得并不顺利了，所以我认为也不是美国要助你一臂之力，美国大概只有说你不要打伊朗就好了。那其他就看以色列自己的本事。可是美国会不会再给他军援呢？就是继续都已经在那边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其实川普要调解这个俄乌战争，让他停火他这场仗很难打，不像他在选举的时候讲的那么单纯。而现在这个形势很清楚了，川普是1打3。你说，泽伦斯基是对不对？要说服的然后普丁也很难搞我告诉你，最难搞怪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姓拜名登。拜登怎么可能让他在拜登还在白宫的时候，让川普让这个战争停火嘛？不可能的嘛！你这个就是他们两个政见最大不同。然后你现在你又不是总统，你只是总统当选人，你手上有什么资源？你说调军队、给钱、给武器，你川普
说实话，就是你手上什么都没有，你只有说1月20号以后啊，我当了总统，我要怎么样？那等你当总统再说。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拜登啊，以他过去的作为啊，他会怎么样？他又来阴的，而且很狠。他把这场战争啊火上加油，烧得更猛。60亿这个钱啊，不是小数目哦，还有些武器啊。他现在已经派了他的派了这个军事援助团去，说是去维修这些武器的，你相信吗？我告诉你，拜登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都玩阴的，台面下的。现在在那个俄乌战争啊，拼命交火，为什么乌克兰现在士气也不垮，还跟俄罗斯啊，哇，有史以来最大无人机冲突。拜登在后面导演啊。所以你在川普，你在那边越讲的天花乱坠，口沫横飞。拜登拜登先生啊，拜先生啊，就在底下加油添火，把这个火烧得更大。所以真的，美国这个内斗才是最恐怖的，所有的斗就是内斗最恐怖。所以川普现在1打3，1月20号之前一事无成，还有2个月。所以呢，这个说实话啦，普丁也很清楚，你讲大话有什么用？你权力还没有拿到手了，你捅坏权有没有？你在讲那些空的，现在都还在还在拜登的手里，拜登会认输吗？他已经够难堪了，所以你看他的人气都冒出来了，对不对？我要给钱啊，人家说是分手费，我认为根本就不是分手费，就是最后把他这个火烧得更大，让你川普去灭火的时候更难灭。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斗争，跟美国为什么这个国家日益走下坡，就是政治人物太算计了。出了一个什么口无遮拦的川普，又有一个工于心计、阴狠毒辣的拜登。所以呢，这场戏还有的弄了。那基本上现在这个北韩进去事实上这个也就是这个整个普丁的整个大的这个规划，那就是把北韩扶起来。北韩为什么前2个礼拜突然射一个飞弹往上飞了？这个上千公里啊，技术怎么会这么快突破？对不对？没有俄罗斯，你想可能吗？今天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你美国会搞怎么讲？会搞代理人，俄罗斯就明搞北韩。把北韩的整个军事力量提上来，而且他现在已经警告韩国了，警告日本了。他说：“我对你日本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你为什么要去帮助乌克兰？”对。那对于韩国，他为什么把北韩的部队拉进去？韩国不是大叫吗？因为韩国也在制裁俄罗斯啊。对。你知道韩国跟俄罗斯关系非常深。这些三星什么Hyundai在俄罗斯大赚其钱可是，一到这个打仗的时候，俄罗斯就发觉韩国好，给我记着。韩国有提供30万枚炮弹，30万，所以他就说韩国你给我记着，我怎么样，我也不修理你，我将来叫北韩，我把北韩搞得又强又壮，你自己看着办。好，来问一下赖老师，当泽连斯基又在对外说谎话。他说川普答应说他会支持乌克兰的时候，我们看到川普也立刻澄清谣言了他透过欧美的媒体特别强调说，我们只谈到怎么样停火，怎么样和平协议，领土的问题我们没有谈泽连斯基有谈到说克里米亚要收回才能够停火，但是对川普来说免谈。所以事实上是谈的并不愉快，那也就是川普他认为克里米亚半岛你不可能收回去，然后剩下的4个州以现有的俄国占有为主，你也不可能再收回去了，是从这个基础上来谈。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直接打脸这个泽连斯基了。泽连斯基对外说川普支持他，然后马上这个川普就给他会以颜色，说没有这回事，是透过这个内部的人去对外来讲的他们的通话。接着呢，川普又放出另外一个更敏感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已经被证实了，也就是
他跟普丁通上电话了，这是很敏感的事，因为从俄国跟乌克兰发生冲突以来，美俄之间的高层几乎是不联络，对，然后甚至已经降到连部长级都不联络，那美国驻俄国的大使馆，俄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只维持一般领事业务了，也就是整个外交层级降到最低，而在这个选完了以后，2位领导人竟然通电话，也就是1月20号即将上任的川普，跟普丁通上的电话。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旁边没有国务院的人在旁边。按照过去的惯例，基本上来讲，当选的总统跟外国元首接电话的时候，翻译员跟记录是要由国务院派的。川普由于上次被泄密，他不再信任国务院，所以拒绝国务院的人在，而他有一个密友，已经至少证明有2位领导人在的时候，他在旁边。一个就是泽连斯基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一个就是埃尔多安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都在旁边的那个人叫做马斯克。那你想想看，国家元首的通电话，而这么机密的事，马斯克都在旁边。那你就可以知道马斯克的影响力不得了，尤其是现在人事案正在铺陈的时候，马斯克一直在他们家住着，这什么意思嘛？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好，那乌克兰，我个人认为麻烦了。然后川普看起来已经要打算用领土的问题跟普丁交换意见了。所以克里姆林宫回应了，说你跟以前的总统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真的，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紧接着这个 APEC 跟 G20 马上要登场了。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已经在出发了，在11月13号到17号要到秘鲁来出席 APEC 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的峰会。紧接着呢，17号到21号要去里约热内卢来参加 G20 的领导人第19次的峰会，并且对于巴西要进行国事访问。那大家就在关注啦，因为呢，这个拜登马上要卸任了，但是那个习拜会要登场了。那说现在这个目前团队正在磋商一些会谈的细节，但是因为拜登已经这个民主党接下来不会再执政了，所以人家讲说这次的这个成果可能大幅的降低。现在美国官员觉得说这场峰会可能不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应该算是问候近况，大概会变成一个老朋友见面啊，寒暄一下，哎，保重保重，就是可能这个习近平对于这个拜登就只能这样子聊聊近况而已了。那再来，你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中美见面之前马上又有一个动作，这个美国要对于台积电这个下令说，接下来要禁止对于大陆来提供这个 AI 加速器、这个图像处理器以及这个7奈米或者是更先进的精密镜片来实施出口限制。那甚至连共和党员都动起来，他就说，现在中国大陆很强啊，就是应该要终止对于中国大陆最惠国待遇，所以他们要重新来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一边是要见面，另外一边先又端出一堆制裁见面前总是先来这样子的一个，这算是见面礼吗？好像这变美国的一个惯例了。那再来，昨天呢才刚落幕的中国大陆的进博会，看得出来这一次的成果也蛮丰盛的就是举行了124场的新品发布会，而且总共收获了800亿美元的订单，来自美国、英国、瑞士、沙国还有智利12个国家的来展开一些集中的签约那采购金额其实算是这个目前算是最高的一次创下新高的一个记录。那人家讲说，其实接下来如果川普祭出高关税的话，不只会冲击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如果 GDP 因此下滑，大概是在0.7到1.6个百分点而且呢，中国大陆对于它的周边的东南亚地区，它的生产链其实是跟中国大陆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冷却效应会影响整个亚洲。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受影响，
往下掉的话，它的需求或者是它的订单往这个东南亚过去的订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个亚洲都会受到相关的一些牵连。那北京现在积极的在拉拢一些盟友哦，希望能够一起来对抗这样的保护主义啊，一直不断在跟川普喊话，希望不要用这么高额的关税。他说合则两利嘛，是不是？那再来还有美国自己本身内部的混乱。来看哦，就是其实现在美国的各大城市哦爆发出来这个反川的示威，因为川普最后是拿下了312张的选举人票，算是获得了一个压倒性的胜利哦。那现在包含了纽约、西雅图啊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是反川的这种示威哦，一直不断在发生，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暴力事件产生。刚刚有看到一个社会消息是说，反川的支持者他因为情绪失控哦，甚至还就是把一家人都一起带走，然后自己再解决了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些悲剧产生。那你看看，现在拜登又要跟川普碰面哦，就说接下来五角大厦恐怕要面临一些人事洗牌。川普甚至说不惜动用军力来对抗内敌哦。那另外，马斯克也呼应川普，因为川普一直对于联准会有意见，对于鲍尔想要换掉他，现在马斯克也站出来了，他就说呢，他支持就是接下来应该由美国总统可以干预这个联准会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联准会拿在这个川普手上的话，恐怕这个接下来影响这个经济大棒会更大，还有很多美国人赶快要逃啊，又赶快逃出美国，包含移居加拿大、纽西兰啊、澳洲啊，搜索量都暴增1-2千了。好，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这个据我了解，台积电这个不再提供大陆 AI 晶片啊，就是7奈米的啦，这应该是他主动的，因为他主动就要对美国商务部提一个报告嘛，那新闻就变成商务部当然会给他一个回函嘛，那路透社就那个回函来写新闻啊，因为台积电真的很难掌握大陆会不会有第三方公司转卖晶片所以他就只好做这个决定因为前一阵子就传出那个算能科技嘛，那他也不承认，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奈的结果啦，这个倒不能把它当作说，美国商务部有新的措施。我认为不是啦因为拜登都快下台了，商务部那么累干嘛？所以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啦。那至于中国大陆面对可能的贸易战，他很难去估强度啦，因为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也说要针对中国大陆对美国6000多亿的进口要征45%的关税，那结果到2020。它实际上只针对3500亿征了19.3%的关税，所以这个要有一个过招的过程可是当年中国大陆是用贬值来做冲销，就是人民币贬值那现在它没有这个筹码，因为人民币中国大陆现在也不想太贬值了，因为它也要发展内需市场，所以这个跟当年真的不一样当年有人估计了，就是川普打了第一轮的贸易战，然后大概造成中国大陆大概1.7% GDP 的损失了。那中国大陆贬值嘛，冲销掉了1.1%。那我们也一路看下来嘛，就是中国大陆也因为贬值，所以增加很多出口竞争力啊，所以全球贸易越做越大。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消费市场。内需市场做起来了，那我觉得那天那个人大常委会还有财政部长蓝佛安，也都讲了这方面的趋势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可是他现在也不好讲，所以他财政刺激规模没有讲，他只有讲那个地方政府那个转债的那个6兆嘛，对不对？那明年还会有好消息好，来问一下季老师。对，现在美国事实上的话，这个我也。听说了很多，甚至直接听说这些民主党的支持者这个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对美国的前途感觉悲观，生活的日子很难过这些民主党所以不要只认为共和党会走极端，民主党走极端的这个
这个能力哈，有的时候还应该更凶大于共和党啊。我常常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你看看川普在选举的时候，挨了一枪，还有另外差点又挨另外一枪，对，那这个就已经证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也不是吃素的，对啊，而且呢，更动刀动枪的本事也不下于共和党哦。共和党上一次去包围啊，4年前包围1月6号包围国会的时候啊，基本上是和平的。那这也是川普一直强调的。他说有一位女士还是美国的这个军人，退伍军人，她什么都没做，一枪就被警卫打死啊。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有开枪记录，在选举中就开枪记录，不是共和党是民主党啊。对。那会不会说1月6号，明年的1月6号哈，或者明年1月20号出现什么比较激烈的行为啊？那这要看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哦，这要看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是不是又口是心非，嘴巴上讲说，哎，我要怎么样，我要和平转移啊，事实上又怎么背后在插刀啊？对我们这个川普先生，虽然他是怎么讲呢？他是很难预测，可是啊，倒不太至于说啊，这个啊人前啊说好话，背后怎么样使刀子，就真小人就对了。对，那这个有一个先生很会人前说好，背后使刀子，这还有2个月哦，还有2个月哦。刚刚那一位先生，对我路透社说，已经这么多人想移民了哈，这些移民还是有办法的，有钱的，那表示这个比例增高了多少？增高了上100倍。那很多人也不想住美国的，他还要驱逐非法移民，对，这个更麻烦。所以呢，你不要认为美国已经哇，这个故事已经怎么样，已经这个才子佳人已经进入到这个什么快乐的境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认为问题才刚开始。好，来问赖老师。确实拜登这4年跟他的团队，包括苏利文啊、布林肯他的整个团队从头到尾都在说谎所以美国已经把自己演变成为一个不可被信任的一个国家。那再加上川普的前4年，那等于是这8年来美国的2届政府，不管是共和党到民主党，跟未来的共和党，他们的领导人跟他们的政府团队的人都从来不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会让美国的整个国际影响力大大的受损，因为绝大部分的领导人都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那也就是说，你说的我到底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一般来讲，大家都不想当傻子，都被骗，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会抱持的怀疑的一个态度。这个对美国很伤我觉得拜登已经让美国人伤到极点了那现在的川普，外国人也不会信任他。你看，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信任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也是满口谎话。那既然都是满口谎话的政治领导人，我觉得，很多国家领导人跟他们都是虚与委蛇啦，就是大家客客气气的讲完了以后，回来可能跟他的幕僚说又在说谎了，又在胡说八道可能跟他回去以后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家伙就是满嘴谎话，听了就好了，不要写就是不要记录，不要当做一回事。听完就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见面，大概也就是应付虚应故事，应付过去给你一个面子。不过我觉得台积电的动作做太大了如果川普又转向呢？川普之前恨死 T-Dog， 后来爱死 T-Dog， 谁知道他明天又会恨死 T-Dog？ 没有人知道但目前看起来他不会再去恨死这个抖音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没有抖音还真的是这次选不上。然后他也发现，如果没有抖音去制衡其他的几个新媒体的话，那他的媒体自己没搞成功嘛。所以我觉得他反而因为现实厉害的关系，他可能会维持抖音的安全，能够继续运转。但是问题就是台积电对美国的表态的太明显了。那如果川普一翻脸了，那你台积电怎么办？你台积电在大陆的厂未来怎么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地缘政治考量深一点尤其是台积电的高层的领导人要有一点政治 sense 我觉得这真的是危险的事。这次进博会比上一届那么表现得更加亮丽了，那这代表什么？大陆的采购能力还是相当的惊人。你看才几天，10天嘛，800亿美元呢，3000多家企业去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会加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台湾是不是又押错宝了呢？这一次哦，感觉起来这个先来说啦，我们上一次是押宝川普，结果拜登上嘛，然后这一次呢，好像比较偏向拜登，然后呢是川普上。那更不要说哦，现在其实更棘手的是，川普还这样特别点名庞佩奥、海利出局，我不用这两个人哦，他直接这样发文说他不会邀请庞佩奥以及海利入阁。哇，这几天我们台湾媒体不是都在讲说，庞佩奥会接国防部长嘛？啊，海利也有他的位置啊。那我们之前蔡英文跟庞佩奥，多麻吉。我们其实绿营也都常常有一些媒体都会说，庞佩奥一下吃凤梨干呐，一下怎么样挺台湾呐什么的。我们好像就已经押宝庞佩奥，就在川普下台那些时候，好像就在那边讲说，哇，呼声很高，接下来庞佩奥就是这个共和党的人选。那时候民进党就已经押宝庞佩奥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川普上来了，川普上来，那这个民进党该怎么样收拾过去的嘴脸呢？而且呢，你看海利也在今年的8月访台跟赖清德见面了，那现在糟糕了。川普这种报复的性格，这两个人过去得罪过他，海利跟庞佩奥，他可以这么直接的给他们难堪，就是说我就是不会用你们。那更何况我们台湾一直压错边，那难道川普会忘记这件事情吗？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哦。所以 F-35会什么时候卖给台湾呢？最近不是有一个讲法是说，川普会比较愿意卖这个军火给台湾，但是现在讲起来好像就算要的话，因为他上一任，就算上一任要卖，其实后来也是没有贩售出来嘛。上一任要答应就会答应了呀，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哦。有一个传闻是说，大概至少要等10年吧。那另外你看到一个很妙的消息，韩国媒体在讲啊，你看尹锡悦好卖力哦。他之前不是在那边跟拜登唱美国派嘛，就跟拜登站在一块儿。人家现在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了呢，因为川普喜欢打高尔夫球哦，所以你看多卖力啊！那时隔8年，再度拾起了高尔夫球杆，开始在进行练习了哟。那这个是来自韩国的卖力，来自日本的声音呢也很卖力。日本是怎么样在看呢？他就说，石破茂也跟川普通电话，那这个你对比尹锡悦通话有12分钟，你石破茂才通话5分钟，结果引发了日本的这个媒体跟舆论大骂石破茂不给力，那个外交无能，这样臭骂石破茂。那我们台湾一直把这个日本视为大哥哥的这个赖清德呢，他呢，日韩都那么卖力，赖清德呢？到现在还没接到电话，对，所以我们看看日韩都那么卖力了，赖清德现在可能更难过了，不知道是不是过2天又要有这种什么揭秘新闻？上次不是讲说他没有像蔡英文这样跟川普打电话，是因为那个蔡英文偷偷把名单塞进去，所以是怪蔡英文。现在日韩都打了电话，不知道他这回要怪谁。那再来中俄对日本因为普京前几天在讲说没有对日本做不好的事情啊，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制裁俄罗斯那日本的媒体他们本身还有一些学者就分析，你看这个普京这一番话其实是对日本来说是释放善意的日本应该要改变立场才对所以现在日本是不是开始有一点动摇了？而且绍伊古也去跟王毅见面，他访华4天嘛，现在中俄双方就在讨论说这个国际还有区域热点的一些这个安全问题，就是说双边的接下来一些战略安全的合作，因为日本跟韩国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联合的训练，所以日本还要继续这样子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嘛，其实中俄已经释放了非常强烈的讯号。那还有今天早上有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扫雷艇鱼久岛号呢，它在10号的时候起火烧了10个小时那现在还有一个人这个失踪的消息，那现在看起来船只有可能会沉没。这个消息传出呢，后来好像这个目前的状况还是好像传出是不是有一些死亡的讯息，我们再随时为大家更新。只是说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一直在跟着美国的脚步走，真的是不是把日本的这一个战争的氛围也是拉得太高了？那你看中国大陆才宣布了免签国家新增9个国家，韩国进去了，
但是日本没有进去哦，所以人家讲说这可能是在地缘政治上面要留一个谈判的筹码，看看你日本要不要转向，还是你要继续跟着美国走下去哦。那更不用说中非的冲突哦，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大动作反制这个菲律宾，他们现在已经是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极限这样的一个图哦。那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菲律宾要有这样的动作，我就要依法来这个加强海洋管制，这是我们的正常举措，也符合国际法跟国际惯例。还有呢，他们现在也在南海64座岛礁呢来命名。那现在目前大概是位于在这个仁爱礁跟仙滨礁的海域哦。那2025年其实2020年有公布25个，所以现在总加起来已经有89座的这个南海岛礁都命名了。但是菲律宾好像还没有要踩刹车哦，他们现在又有意要这个提封中程飞弹的发射系统，人家讲说是不怕惹怒北京嘛，还在不愿意踩刹车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我们台湾又压凑饱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一下说要保护费啦，一下说我们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啦等等啊，所以就引起民进党一些人的不悦嘛。那因为拜登这个民主价值同盟，那一直又这个说过4次愿意为台海出兵，所以民进党当然乐见贺锦丽当选啊，只是不能讲。可是你就看到那个台湾 Plus， 就表态无疑嘛。那蓬佩奥在上一任当国务卿真的是帮了台湾大忙啊，因为这个介大使也知道，就是最后他放宽那个交往的限制嘛，这是事实啊。所以台湾后来就以礼相待嘛，他来过台湾蛮多次的啊。可是他在美国的行情你也要有正确的判断啊，因为那个1月6号国会暴动，蓬佩奥就有点切割了嘛。那个时候副总统彭斯更完全背叛，对不对？那蓬佩奥后来还参选总统，如果不是他的民调只有1%，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那我坦白说啊，很少有总统当选人会对外说，这2个人我不用，没有人会这样吧？除非真的恨。我觉得不是恨，不是恨，是因为这2个人可能都一直拿着他的名号在外面招摇，不然我觉得不至于做这样的动作啦。川普有必要吗？那个现在所有的人都来应征啊，我有特别需要点这2个人的名字说，这2个人我绝对不会用，有必要这样吗？当然这2个人 Nikki Haley 就不用讲了嘛，初选最后跟他拼到最后，对不对？所以本来就跟他关系不好，对。可是我认为这2个人一定是在外面是不是打着可能入阁的名号，然后搞些有的没的啦。尤其是蓬佩奥，真的在好几个媒体都被传出有可能是国务卿啊，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啊。那川普就会觉得很气啊，说我明明就完全没有考虑这个人，怎么媒体一直写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坦白讲，就是里面有鬼啦。因为坦白说，蓬佩奥啊，我后来去看了一些英文的资料，他真的争议很大连那个共和党那个最大的金主那个柯氏兄弟都公开表态以后不支持这个人。他众议院当选是柯氏兄弟出钱，对，也是他们推荐给川普。他当了 CIA 的局长。后来也因为这个关系当了国务卿。结果这个柯氏兄弟说不支持他。然后又传出他去跟统一教募款。就是他参选总统的过程，成立一些组织嘛，就一直在募款嘛。你以为这种东西川普不会知道啊？我坦白说了，其实我比较意外的不是川普知不知道啦，而是民进党怎么会不知道啦？坦白讲，我们都已经在外面了啊。那介大使有很多美国的朋友，我自己都已经不在政坛了，我都知道。我也问了国民党几位啊，我问了黄奎博，黄奎博说本来就不可能是他，政大外交系教授。我就问了一些人，黄介正怎么可能是他呢？我不相信民进党没有人真的不知道。
我认为是这个声音上不去，这个就是赖清德政府的问题了。就是说你说于大雷会不知道吗？我才不相信于大雷会不知道。那你这驻美大使在干什么啊？对不对？还有以前那个当外交部政治徐世俭，我也不认为他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真的出了问题了。所以知道的人不敢说，或者是知道的人传不上去，说了传不上去。不然你怎么那个台湾 Plus 怎么会做这种新闻？然后还那么多人，就是好像很期待他即将上来。其实目前跟台湾友好的比较有可能入阁的，反而是欧布莱恩，不是蓬佩奥啊。目前听到的啦，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反映了某些问题啦，就是说你就因为在竞选过程中你对这个人的喜好嘛，那就让你就比如说上一次川普选举2016，台湾一面倒支持希拉蕊嘛，因为希拉蕊就对台湾不友善嘛，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川普讲了一些话，对台湾不友善嘛，我们政府都这样做决策的那这样蛮可怕的。2016你因为不喜欢希拉蕊，然后支持川普；2024你因为不喜欢川普，而支持贺锦丽，有这样的吗？一直站错位置，都是用情感用事。不能这样啊！你要去判断美国的形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外交都是靠情感来判断的嘛，这很危险啊，大使。对啊，我觉得现在最应该好好思考的是赖清德啦。赖清德一定会讲，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他认为这两个在美国是政治重量级的，怎么会遭到这个下场呢？那谁给他们两个是美国政治重量级的感觉的？对啊，那这是纯粹状况外嘛？对，这就要检讨了。这个谁给他这种错误讯息，还把他请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他坐在那边，还高调的这个说庞佩奥也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现在就应该彻查。他参加初选民调只有1%。对啊，这个你怎么会把他弄过来呢？对，而且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搞清楚他跟川普的关系。对，这个东西就是外交上的大忌，你状况外，还是有人故意蒙蔽赖清德，对不对？因为赖清德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大家都知道，他完全不懂嘛，那就靠他下面的人给他出点子点这道菜好吃，你就赶快吃下去以后拉肚子，现在就这个情况最后谁承担这个的？赖清德。那个时候，那川普在讲说，搞不清楚那个赖清德在搞什么鬼？他跟我较正是吧？跟我对着干是吧？对，我最讨厌人，你把他当你把他当座上宾，还在那边我告诉你 ，Nikki Haley， 我很早就知道了，他跟川普是绝对是闹翻的。对啊，因为他选举的时候，他是拿共和党一些反川普人的钱，支撑到最后一刻川普老早就说，你可以不要选了吧，这样浪费大家时间，浪费 Nikki Haley 就不要。然后最后 Nikki Haley 他去投效了，最后他放下，我支持，我现在不选了，我们一起支持川普，也是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川普那个时候选情不好的时候 ，Nikki Haley 在美国媒体放话，对，我记得一句最有名的标 ，Nikki Haley said，"Stop whining"， 他叫拜登不要再这样子了，每天那边信口开河大吼，就是说在那边鬼吼鬼叫。在川普选举刚开始的时候，跟这个贺锦丽有一点走下坡的时候，Nikki Haley又来背后插刀。这个谁都知道，川普对他绝对是非常讨厌的。然后呢，庞佩奥，你知道他从下台的时候，国务院官员追他追了好几年贪污、滥用资源、官僚，太太也在那边对这些基层员工基层的外交官疑神弃子，追他追这么不受欢迎的人，你台湾去把这个庞佩奥跟这个海莉捧那么高，我看这里面有阴谋是不是故意要害赖清德？故意要迫害赖清德在那个川普政府里面的印象所以呢，赖清德头脑放清楚一点这都不是你的人你要好好想清楚吧。
要小心哦，制造依赖论的人就在赖清德身边呐、住在其实您刚有不是谈到这个赖说我们台湾，其实您刚也知道，哎不一样，不一样。我犯错没有犯那么大了哈。有的时候我会判断错误，但是我很少判断那么大的错误啊。因为你刚刚讲说台湾是不是判断错误？台湾没有判断错误啊，是民进党常常判断错误啊。民进党在第一次川普选举的时候判断错误，拜登选举的时候又判断错误，这次选举的时候又判断错误，庞培奥的操作也太明显了，就反指标了，对，民进党当局有很多跟财经有关的、跟股票有关的，也是反指标的一些人士啊。但是那些也是永远执政党啊，国民党在的时候变成蓝的啊，国民党那个民进党在的时候变成绿的，都是反指标。好，庞培奥其实他闹了一个大笑话了啊，因为您想想看，川普还没上任，在他的然后呢特别一个专文就特别讲这个人不会入阁，这个很难看的。对啊，这个真的是你还没有被提名就被除名啊！然后到底报派是谁在操作？是报纸自己操作，还是你自己在操作？这个真的是最糗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那他以后的工作怎么办？他又被中国大陆制裁，对啊，所以美国500大企业没有人敢用他。然后呢，现在的美国的企业一想，川普讨厌他。那我怎么可以用他？他本来在福斯当顾问，对不对？那现在怎么弄呢？所以那现在赖清德还要不要再请他来台湾演讲，再塞给他几万块、10几20万美金？要不要？赖清德，你出来说说话，你要不要再请他来台湾演讲，再把几十万台湾人民的血汗钱、美金塞给他，然后让他回去再过几年的好日子，然后再过来这边再讲你爱听的话，你再塞给他几十万美金，是不是你还要再玩这个游戏？可以了，停止吧。我们台湾人赚钱没有那么容易，辛苦的不得了，不要一直糟蹋台湾人的钱啊！我是觉得尹锡悦跟日本石破茂他们的恐惧、焦虑、恐慌。还要为了这个要见川普去练打高尔夫球，还为了说我只打了5分钟，他打了8分钟，然后在那边12分钟在那边那个惊慌失措。你有没有想过，欧盟也是啊？欧盟你看冯德莱恩也是惊慌失措啊，说哎呀，我们多买你液化天然气等等的。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一个问题？美国选一个总统，选出来的总统让他的盟友恐惧、紧张、焦虑、痛苦到这个程度，这什么国家啊？这很奇怪吧？但我们赖清德很淡定啊，没打就没打了。没有，他说他有把那个，因为他那时候在被质询的时候，他说他有透过我们的驻美大使把他的亲笔函、祝贺函交给欧布莱恩，然后请欧布莱恩想方设法交代川普手中到底有没有也不知道。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